你知道嗎？為什麼有些人明明賺得不少，卻總是感覺手頭緊，甚至一不小心就陷入經濟困境？這個不是收入高低的問題。羅伯特·清崎那位寫了《富爸爸窮爸爸》的作者，給我們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：關鍵在於你對現金流的掌控能力。他把這種能力叫做財商。想想那些年輕的體育明星，年紀輕輕就簽下100萬美元的合同，風光無限。但如果他們不懂得管理現金流，一旦職業生涯結束或者收入來源中斷，很快就可能面臨破產。這可不是危言聳聽，現實中這樣的例子太多了。那麼怎樣才能擺脫這種困境，真正實現財務自由呢？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徹底搞明白資產和負債的區別。羅伯特·清崎給了一個超級簡單的判斷方法，他問你，這裡是流進你的口袋還是流出你的口袋？如果錢是流進你口袋的，那它就是資產；如果錢是流出你口袋的，那它就是負債。是不是很簡单？一件東西究竟是資產還是負債，完全取決於你如何使用它，以及它給你帶來什麼樣的現金流。千萬別再想當然地認為只要是財產就一定是資產。有些東西一不留神就成了吞噬你財富的無底洞。舉個例子，我們按揭買了一套房，每個月要還銀行800美元的貸款，這時候錢是源源不斷地從你的口袋裡流出去，所以這套房子对你來說暫時是個負債。但如果你把這套房子租出去，每個月收到1000美元的租金，扣掉800美元的房貸，每個月你還能淨賺200美元，這200美元是流進你口袋。這樣一來，这套房子就從負債變成了你的資產。我們上學的時候學到很多知識，但很少有人教我們如何管理自己的錢。我們大多數人都在用一種和富人截然相反的方式來處理現金流。傳統的教育體系更多的是把我們培養成某個領域的專業人才，讓我們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，然後我們一輩子都在努力工作，幫別人擴大資產，讓別人越來越富有。接着，社會又給我們設定了一套標準路線：結婚買房。很多年輕人掏空了自己甚至父母一輩子的積蓄，只為了付個首付，然後背上幾十年的房貸。房子買了又要裝修買家具家電，這又是一大筆開銷。然後又覺得需要買輛車，於是又貸款買車，車子買了還要交保險費、燃油費、保養費，瞬間你的賬單像滾雪球一樣呈幾何倍數增長。很快孩子出生了，需要教育基金，父母也一天天變老，需要照顧和陪伴。羅伯特說，聽起來可能有些殘酷，但在很多傳統家庭裡，我們的親人，包括老人、孩子，甚至是經濟條件不好的兄弟姐妹，都可能在財務上成為我們的負擔。為了應對這一切的開銷，我們只能不停地努力工作，爭取加薪，生怕被裁員。結果呢，收入可能有所提高，但債務和開銷的增長速度更快，永遠也趕不上。我們大多數人就這樣在忙碌中，忽略了最關鍵的一點，我們的消費習慣。我們每個月怎麼分配收入和支出，直接決定了我們擁有多少資產和負債。很多人的問題根本不是賺得不夠多，而是缺乏正確的財務知識，沒有學會如何把收入和儲蓄變成資產。大部分工薪階層一輩子都在為了錢拼命工作，卻忘了去創造屬於自己的資產。他們被困在工作的泥潭裡，根本不敢想退休的事，更別提什麼財務自由了。而富人呢，根本拿到收入的第一時間，就會去購買資產，然後用這些資產產生的現金流來支付日常開銷，再把剩餘的錢繼續投入到資產中，不斷擴大自己的財富。這樣一來，他們就越來越富有。所以，想要把負債轉化為資產，第一步就是要好好審視一下自己的現金流，重新評估一下我們手頭那些自以為是的資產，究竟是真的在給我們賺錢，還是在不斷地掏空我們的口袋？結果可能讓你大吃一驚。接下來就是改變我們的消費習慣和理財方式，減少不必要的負債，杜絕衝動消費，把省下來的錢持續地投入到那些能帶來收入的資產上。只要堅持下去，我們的資產就會慢慢累積。等到有一天，你的資產產生的现金流足以支付你所有的生活開銷，你完全不需要依靠工資也能生活的時候，恭喜你，你就真正實現財務自由了。那時候，你是否繼續工作，完全由你自己決定。聽到這裡，下次你購物之前是不是會停下來反思一下呢？那些所謂的必需品是真的給你帶來價值，還是在不斷增加你的負擔？是為了面子而花光所有錢，還是像富人那樣思考，在購買任何大額消費品之前，先想想如何建立一個資產，讓這個資產來支付你的消費？說到底，我們每個人都能決定如何使用自己手裡的錢，所以成為窮人、中產還是富人，這都是我們自己的人生選擇。